雌性每圆房一次，嘎吱窝里的毛就少一根。而女人之所以这么光溜溜，代表她宠幸的受夫越多。然而就在她被一杯毒酒毒死后，受夫们齐齐变成了思念妻主的小可怜。雪豹王子每夜不停用电击项圈电击自己，身体的痛楚才能让他短暂的不那么思念妻主。人鱼受夫每天高亢海之歌，不停呢喃妻主的名字，掉落的珍珠都已堆满整个房间。狐族王子孱弱咳血，将自己锁在婚房里。妻主，我好想你。然而逝去的兰洛并不知道这些。如今兰洛重生归来，重生到花天酒地虐待受夫的时间段，系统给予的任务不再是仅仅活到25岁，还需要找到基因残缺或者因为外力等级下跌的弱势雄性，帮他们解决残缺恢复等级，以此来获得相应的积分奖励。而且他目前的生命值只有1个月，兰洛不得不再次成为系统的工具人。此时冰冷的地板上，男人单膝跪地，脊背却绷得笔直，可偏偏一只高跟鞋正嚣张地踩在他的肩头。第几件拍品啊？兰洛慵懒带笑的声音从头顶落下，尾音微微上扬，像逗弄猎物的猫。第10件，妻主。每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间挤出来的，压抑着怒意。与此同时，星渊拍卖场的穹顶流淌着全息星河的幻影。今天拍卖会的第10件拍品来自奥斯星的长毛兔族雄性，起拍价5万新币。一个罩着黑布的铁笼子，随着拍卖师的话音落下，被直接抬了上去。这时候，兰洛的包厢门突然被推开，穿着皇室制服的侍从躬身走到他面前，递上烫金请柬。三皇女殿下邀请阁下去包厢一叙。兰洛看都没看那封请柬，反而双腿交叠搭在了林默的肩上，告诉殿下，我今天要调教不听话的受夫，没空叙旧呢。他说这话时，明显感觉到双腿搭着的肩膀骤然紧绷了一下，但他没理会，指尖凝聚起一丝精神力，瞬间将请柬烧成灰烬。侍从脸色惨白的退下时，展台上的笼子正好揭开黑布，笼中的少年有着一头浅粉与奶白渐变的长发，蜷缩在角落。当强光照到他身上时，那双糖浆琥珀色的眼睛瞬间盈满泪水，引得观众席一阵骚动。兰洛的目光也随之落在了他的身上。白蓉，上辈子他就是在这里将他拍回去的。这小兔子在他面前装得格外乖巧，可身上却怀揣着不少的秘密，背地里经常往三皇女那里跑，让他以为他投靠了三皇女。可谁知道，在之后的一次刺杀中，这小兔子居然为他挡下了致命的毒箭。当时他也是这样蜷缩在他的怀里，眼中蓄满了泪水，之后就慢慢没了气息。10万！底下财大气粗的英族雌性迫不及待地举起号牌，眼泛绿光地盯着铁笼子里的少年。20万！另一边穿紧身衣的蛇族雌性直接翻倍加价，50万、100万，还有雌性在不断加价。兰洛一只脚搭在林默肩头，另一只脚高跟鞋的鞋跟正不轻不重地碾着他的膝盖，随手就在竞价器上按下了价格。22包厢的贵宾出价500万，拍卖师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还有更高的吗？观众席一片哗然，几个刚才还志在必得的竞拍者全都悻悻地放下了号牌。兰洛轻轻摇晃着手中的水晶杯，上辈子他就是花500万拍下这只小兔子的，这次提前叫高价就是打算速战速决。550万！中央包厢竞价屏骤然亮起，刺眼的亮金纹路在全息投影中流转，昭示着出价者的尊贵身份。三皇女。兰洛眉梢微动，有趣，上辈子这位皇女殿下对台上的小兔子可没什么兴趣。他再次按下竞价器，随手从腰间抽出一把幽蓝色的折扇，啪的一声甩开，慢条斯理的给自己扇着风。800万！清脆的电子音在寂静的拍卖场中回荡，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了三皇女的脸上。这价格一出，全场静默，而更多的则是目光在中央包厢和兰洛的包厢之间来回游移。拍卖师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嗓音也微微发颤。22号包厢贵宾出价800万，还有更高的吗？他的目光不自觉地瞟向中央包厢，后背下意识绷紧，仿佛那里蛰伏着一头随时会暴起的凶兽。兰洛唇角微勾，折扇轻摇，高跟鞋缓缓从林默的膝盖骨上移，顺着大腿肌肉的线条一路游走，碾过那紧绷的胸肌，往上，鞋尖挑起林默的下巴，扇面半掩朱唇。林少将，你说三皇女殿下还会加价吗？不会。林默保持着标准的跪姿，低哑的声音像砂纸磨过铁锈，却没有半点犹豫。兰洛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睨他一眼，随即又慢悠悠靠回了沙发上。那只踩着林默的高跟鞋仍没有挪开，鞋尖时不时碾一下他饱满的胸肌。林默全程没有反抗，也没有动，唯有绷紧的腰线泄露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还有加价的吗？此时外面拍卖师再次高声询问。中央包厢安静如鸡，没有半点响动传来。他见三皇女应该不会再加价，直接一锤定音，满脸的兴奋。没想到区区一个地级雄性竟然拍出了800万的天价，今晚他的提成抵得上之前半个月的了。虽然比上辈子加了300万才拍到了小兔子，但兰洛此刻心情还不错。他轻飘飘睨林默一眼，笑道：林少将，你猜对了。林默垂着头没有说话。三皇女的秉性他很清楚，区区一个地级雄性不值得他花大价钱，刚才故意加价应该是记恨兰洛拒绝了他的邀请函。他大张旗鼓地来到这个拍卖会，想要的拍品绝不是那只长毛兔。见他不吭声，兰洛正准备做点什么，包厢的门就被敲响。刚拍下的长毛兔少年被人带进了包厢，白蓉颤颤巍巍地走进来，雪白的脸颊上还挂着泪痕。他怯生生地抬头，就对上了一双深橙色的漂亮眼睛，眼睛的主人正满脸戏谑地打量着他。明明他看过来的目光隐含着笑意，可不知道为什么，白蓉却脊背生寒，就好像忽然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给盯上了似的，莫名打了个寒战。他咬着唇踉跄着往前，扑倒在兰洛的跟前，声音颤抖，泪眼汪汪地望着他。
求您救救我的同伴，他马上也要被拍卖了。他性格很倔，快被打死了，求您拍下他，否则他肯定会死的。小兔子。兰洛微微轻声，手中的扇骨轻敲白蓉颤抖的耳根，力道不轻不重，却让少年整个脊背都绷紧了。你确定？扇缘顺着耳廓缓缓下滑，最终停在他剧烈跳动的颈动脉上。自己没说谎。空气仿佛凝固，白蓉能清晰地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兰洛忽然低笑一声，温热的吐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尖。你要是骗我，他的声音甜得像蜜。我的花园里正好缺一具兔子标本啊！白蓉瞳孔骤缩，苍白的唇瓣颤抖着，刚要开口解释，外面展台就传来砰的一声响，瞬间吸引了兰洛的目光。银发蓝眸的青年，浑身染血，伤痕累累，被2个雷级雄性护卫强压着推上了展台。他脚下踉跄了一步，膝盖重重磕在金属台面上，却硬是咬着牙没发出半点声音。颈间则扣着一圈暗银色的电击环，遥控器一按，随时就能让他痛不欲生。可即便如此，他的背脊仍旧挺得笔直，像一柄不肯折断的剑。这最后一件拍品登场的刹那，整个拍卖场的空气仿佛被点燃。来自奥斯星的雪豹族雄性，起拍价100万新币。拍卖师话音刚落，底下叫价声就没停过。越是难驯的野兽折断傲骨时，才越让人兴奋。展台上的青年单单是站在那里，就能激起所有雌性强烈的征服欲。200万！前排的狼族雌性猛地站起来喊价。300万！右侧包厢的狐族贵妇慵懒抬手，盯着展台的目光满是势在必得。500万！某个身材魁梧的雌性直接踩上了座椅，一副恨不得立马冲上展台的架势。价格疯狂攀升，雌性们呼吸急促，瞳孔收缩，空气中弥漫着躁动的荷尔蒙气息。直到中央包厢的竞价屏再次亮起，1000万！全场骤然寂静。三皇女殿下出价了。方才还亢奋不已的雌性们瞬间蔫了下去，有雌性不甘地攥紧拳头，却终究没敢继续加价。除了兰洛那个背景同样强大还不顾名声的恶雌，谁敢跟皇室抢人？白蓉听到三皇女叫价，脸上顿时血色全失，她往前西行一步，猛地抓住兰洛的裙角，指尖揪紧了那昂贵的面料。林默见状身形微动，似乎想要阻止这胆大包天的长毛兔，却被兰洛用鞋底点着胸口，轻轻按住。他用扇骨挑起白蓉小巧的下巴，目光在她湿润的眼角流连，像在欣赏一件精致的玩物。白蓉纤长的睫毛颤了颤，忽然主动将脸颊贴上那冰凉的扇面，眼巴巴望着他，求求您了。兰洛哼笑一声，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小兔子跟三皇女争可是要不少本钱的。白蓉微微一怔，颤抖的指尖小心翼翼地勾住兰洛的袖口，像只讨好主人的宠物般，用毛茸茸的脑袋蹭了蹭他的手腕。只要您愿意帮忙，我愿意永远做您最乖的宠物，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兰洛倒是没想到白蓉为了他那个同伴，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所以上一世三皇女拍走了他的同伴，他才会3番2次找过去吗？兰洛慵懒地支着下巴，目光饶有兴味地掠过展台上那个雪豹族雄性。这雄性长得好看，身材也好，拍回家做个摆件，放在那里看看都是好的。他红唇微勾，指尖轻轻摩挲着竞价器。小兔子，记住你说过的话，要是敢反悔。未尽的话语化作一声轻笑，却让白蓉浑身一颤。而兰洛已经优雅地靠回沙发，先指轻点，3000万。随着他慵懒的报价响彻全场，整个拍卖场瞬间炸开，又迅速回归死寂。中央包厢的方向传来酒杯碎裂的脆响。就在所有人以为三皇女会像之前一样放弃的时候，竞价屏忽然亮起，5000万。拍卖师亢奋的声音响彻全场。兰洛指尖悬在竞价器上方，忽然轻笑出声，看来三皇女很中意这雪豹嘛，居然舍得下这么大血本。慵懒的尾音尚未消散，鞋尖已不轻不重地碾过林默的胸膛。突然脚下的躯体猛地一颤，他诧然垂眸，就看到林默的瞳仁如冰面炸裂，炽烈的经文肆意蔓延。这是兰洛话音未落，整个人就被暴起的阴影完全笼罩。林默喉间滚出压抑的低吼，狂暴的精神躁动自他身上各处轰然炸开，精神力暴动。兰洛瞳孔骤缩，刚要反抗，灼热的鼻息扑面而来，锋利的拳齿瞬间抵住了他跳动的颈动脉。林默，看着我，清醒点。兰洛抵住雄性灼热的胸膛，声音里带着罕见的紧绷。他指尖快速凝聚出一丝精神力，贴近林默的额角，渗透进他受损严重的精神核。雌性本就具备安抚雄性精神力暴动的能力，更何况现在的林默才B级，他远在他之上。林默口中溢出痛苦的闷哼，熔金色的兽瞳猛烈闪烁，勉强恢复了一丝清明。走。他说话间拳齿往后移开，额角的青筋疯狂跳动，周身暴力的气息不降反升。兰洛眉头紧蹙，深橙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诧与凝重。你的精神核怎么会？按说他的精神力足以安抚暴动的林默，怎么会反过来刺激他更加发狂了？宿主。兰洛脑海里毛茸茸的小鸡仔忽然钻了出来，他的精神核被人做了手脚，植入了某种精神禁制，精神力暴动，触发禁制，一旦得不到有效疏导，轻则变成废人，重则当场脑死亡。兰洛指尖一颤，这动手脚的人是想置林默于死地啊！不过宿主，以你的精神力好好疏导，应该能帮他冲破禁制。他毕竟曾经是 S 级，一旦没了禁制，很大概率能恢复到 A 级，那宿主就能得到5万积分奖励，兑换生命值了。系统极力建议的声音，那叫一个急切。兰洛目前只剩下1个月的生命，眼下对他来说，给林默做精神力疏导确实是最优选。他还能坚持多久？以他的情况，半小时之内没有有效的精神疏导，精神核就要炸了。半小时，兰洛唇线绷成一条直线，齿间无意识碾过下唇。5000万，还有加价的吗？展台上的拍卖师已经准备倒数了。主人，白蓉匍匐在兰洛脚边，纤瘦的身体在林默狂暴的精神威压下剧烈颤抖。求您救救我的同伴！破碎的气音从他咬出血痕的唇间溢出，被冷汗打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脆弱的阴影。兰洛垂眸看他，眼
眼底闪过一丝机不可查的波动。放心，我答应你的，会做到。纤细的手指在竞价器上轻轻一点，咦，22号包厢贵宾出价1亿。拍卖师的声音近乎疯狂，满是不可置信。这个数字是兰洛精心计算过的，正好卡在三皇女财力的临界点。若想再加价，对方就必须变卖名下产业了。白蓉闻言猛地抬头，琥珀色的眼眸中瞬间盛满璀璨星光。她苍白的唇微微颤抖，似乎想说些什么，却被兰洛一个眼神制止。他单手按住林墨的额头，掌心传来滚烫的温度。他的精神力正不受控制的外溢，灼烧着他的皮肤。忍着，磅礴的精神力如潮水般涌入，在暴走的精神河外构筑起精密牢笼，将那些狂暴的能量死死禁锢住。林墨重重闷哼一声，修长的身躯猛地弓起，大颗汗珠顺着凌厉的下颌线滚落，但很快紧绷的身体就在兰洛的掌控下逐渐放松，急促的呼吸也慢慢平复。兰洛快速在竞价器上设置了2个价格，1亿5千万和2亿。万一有人加价，竞价器会自动亮起。虽然他不觉得三皇女会疯到变卖产业也要拍下那只雪豹，但以防万一总是好的。操作完，他就利落地拽起林墨就要往外走，余光扫过仍跪坐在地的白蓉，扔下2个字：跟上。白蓉先是一愣，随即慌忙撑起发软的双腿，踉踉跄跄追了上去。中央包厢里水晶吊灯剧烈摇晃，映照出三皇女扭曲的面容。该死的兰洛！随着一声脆响，鎏金茶几被华贵的裙摆掀翻，红酒倾倒，泼洒在雪白的地毯上，晕开一片刺目的猩红。跪伏在三皇女脚边的白虎族雄性浑身一颤，修长的手指小心翼翼抹去主人裙摆沾染的酒渍。殿下息怒，兰家掌控着瑞亚星大半的贸易，若是硬拼财力，啪！一记耳光狠狠甩在雄性脸上，力道大的让他整个人歪倒在地毯上。区区商贾之女也配跟我抢？我可是未来的瑞亚星女皇！三皇女的咆哮在整个包厢回荡，而 VIP 专区走廊上，兰洛刚拽着林墨出去，没走几步，一股更加骇人的高温骤然从掌心传来。林墨的瞳眸再次化作熔金色，狂暴的精神力在他周身翻涌，修长的脖颈上青筋暴起，肌肉线条在衣服下崩出凌厉的弧度，整个人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该死！兰洛咬牙，再次给林墨输入精神力，但这次暴动却来得比先前更加凶猛。系统怎么回事？不是说还有半小时吗？宿主，这外面混杂着太多雌性的气息，加剧了他的精神力暴动，建议最好避开一些。兰洛眉心微蹙，一手拽着林墨，一手拽着白蓉，直接扭头往 VIP 特别撤离通道走去。主人，白蓉指尖小心翼翼地拽住兰洛的袖口，可怜兮兮道：我的同伴，放心，我设置了自动加价，2亿，应该没人会追加的，到时候拍卖场的人会将你的同伴送去我那里。听到这话，白蓉才放下心来，终于走到出口，就要踏出拍卖场的时候，兰洛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呀？一道甜腻到令人作呕的声音忽然从侧面传来，紧接着是滋滋的刺耳电流声，伴随着一声压抑的痛哼，那声音低沉磁性，带着被电流折磨后的沙哑。兰洛眉心重重一跳，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瞬间扭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银发青年被2名皇家侍从死死扣住肩膀，强按在三皇女身侧。刺耳的电流声持续炸响，他浑身肌肉绷紧到极限，那双冰蓝色的眼眸因剧痛而微微涣散，却依然倔强地睁着，不肯示弱地迎向所有人的目光。兰洛眼底闪过一丝诧异，他真的没想到三皇女会疯到这个地步，以超过2亿的价格拍下眼前的雪豹雄性，这可得变卖不少产业才行。也没有着急走，这不是准备回去好好享用我的战利品吗？兰洛一手搂着林墨的腰，精神力悄无声息地缓缓渡过去，一手轻佻地摩挲白蓉的下巴，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就2个残次品，有什么好玩的？三皇女夸张的眼唇轻笑，来，让你看看我的新玩具，那才叫好玩。她踱步到银发青年面前，慢条斯理地把玩着遥控器，她可能忍了，无论我调到哪个档位。三皇女突然按下最高强度按钮，青年修长的脖颈因剧痛而后仰，青筋在苍白的皮肤下狰狞浮现，她就是不肯出声吗？她一边欣赏着青年的痛苦，一边转头对兰洛眨眨眼。驯服这种桀骜不驯的宠物多有挑战性，可比你那2个残次品有趣多了。怎么样，要不要试试？我可以把遥控器借你玩5分钟哦。三皇女唇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微笑，虽然花了天价才拍下了这只雪豹，光是想想那个数字她就肉疼得很，但这只雪豹值得，更何况还赢了兰洛一次。所以当侍从禀报兰洛从 VIP 撤离通道离开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追了过来，只为了亲眼从兰洛那张可恶的脸上好好看看他挫败的模样。兰洛此刻却根本无暇理会三皇女的挑衅，他的双臂正死死禁锢着2个濒临失控的雄性，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剧烈颤抖的身躯。林墨在他左侧，即便他不断将精神力注入他的体内，那股暴力的能量仍如潮水般节节攀升，全凭他惊人的意志力在强撑，才没在三皇女面前彻底暴走。而右侧的白蓉情况更糟，在亲眼目睹同伴被如此凌虐后，少年原本温顺的琥珀色眼瞳此刻完全被兽性的猩红占据，冷汗顺着兰洛的额角滑落，他必须尽快带他们离开，否则会发生什么真不好说了。算了，我对别人的东西没兴趣。兰洛语气淡漠，指尖在终端上快速操作着。三皇女既然这么喜欢的话，我在楼上正好有个 VIP 房，房间号和密码发给你了，带她过去好好享受吧。三皇女瞳孔微缩，显然没料到兰洛会这么安排，但当她的目光重新落在那银发青年倔强不屈的眼眸上时，明显多了一丝心动。主人，白蓉猛地抬头望向兰洛，脸上写满了震惊与受伤。您明明答应过。话说到一半突然哽住，她剧烈挣扎起来，可兰洛的力道分毫不减，甚至暗中加重了精神力的压制，让白蓉的抗议全都化作了喉间痛苦的呜咽。而在另一侧，林墨的身体也剧烈颤抖起来，他虽然仍保持着沉默，但兰洛能感觉到自己注入他体内的精神力正在被暴走边缘的能量疯狂撕扯，那是理智即将崩断的前兆。白蓉别闹，
跟你的主人走。突然响起的声音像生锈的齿轮在强行转动，每一个字都带着撕裂般的喘息。被那么电击折磨都没发出半点声音的银发青年，此刻淡蓝色的眼睛死死盯着白蓉，瞳孔因剧痛而紧缩，却仍固执地维持着最后一丝清醒。白蓉听到他的声音挣扎得更厉害，不，我不走。走！银发青年再次出声，语气添了一丝凌厉。他艰难地扯了扯嘴角，似乎想笑，可电击的余痛让那笑容变得支离破碎。话音落下，他的目光极轻地掠过兰洛，像一片雪落在刀刃上，无声无息。兰洛指尖微不可察的一颤，猝不及防对上了那双极地冰川般剔透的蓝眼睛。本该漂亮的惊心动魄，此刻却像冻住的湖面，底下沉着一片死寂。他呼吸一滞，但又看到那片死寂中还存着一丝丝的希冀。他瞬间明白了青年的意思，他自己存了死志，却希望白蓉能活着。林默，拽住他，我们走。兰洛没再迟疑，说话的同时又给林默输入了不少的精神力，趁着他还有一丝清醒，两个人一起拽着白蓉往外走。三皇女见状竟也没阻拦，在他眼里，兰洛连 VIP 房都让了出来，此刻离去的背影倒真像是狼狈溃逃的败将。现在，三皇女用遥控器冰凉的金属边缘挑起银发青年低垂的下巴，迫使他抬头。我们也该去好好享受了，宿主。林默撑不了多久了，系统的一句提醒让兰洛放弃了赶回家的念头，直接拽着人去隔壁会馆，那里有他常包的 VIP 房。房门关上的刹那，林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喉间滚出一声不似人类的低吼。他猛地将拽着的白蓉甩开，精神力如同爆裂的飓风轰然炸裂。兰洛快速架起精神力防御墙，与眼前暴走的精神力相撞，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白蓉纤瘦的身体掀翻，地级的精神屏障几乎要被撕碎。他蜷缩在地毯上，咳出一口鲜血，脑袋一歪就晕了过去，而狂化的林默竟是直接朝他扑了过去。兰洛眉头一皱，精神力化作实体锁链，缠上林默的腰腹，猛地向后一拽，砰！林默重重砸进地毯里，冲击力震得茶几上的水晶杯哐当坠地。他喉咙里滚出低沉的狼嚎，暗灰色的狼耳刷地从凌乱发间竖起，挣扎着想起身，却被锁链牢牢压制着，真是麻烦。兰洛轻嗤一声，快速上前单膝压住他后背，被他压制的身体体温高得不正常，而那双熔金色的兽瞳深处，除了疯狂，竟还翻涌着另一种更危险的东西。兰洛的指尖抵在林默的太阳穴上，精神力如潮水般灌入他体内，他能清晰感知到雄性暴走的精神核正在疯狂吞噬他的精神力。幸好他如今只有 B 级实力，如果还是 A 级，恐怕那被植入的禁制很难压制下去。林默突然仰头发出一声嘶哑的喘息，随着衣料破碎的声，尾椎处窜出一条暗灰色的狼尾，那条蓬松的尾巴先是试探性的扫过兰洛的裙摆，蹭了蹭他的脚踝，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迅速往上缠住了他纤细的腰肢，尾尖还讨好似的在他腰间轻轻打着转。你给我安分点。兰洛低斥一声，却见林默熔金色的双眼泛着不正常的猩红。发热期。他眉头狠狠一皱，光是应对林默的精神力暴动已经够吃力了，再来个发热期。偏偏这时候，那条不安分的尾巴开始沿着他的腰线暧昧的游走，尾尖甚至试探性的撩开他的裙摆，蹭上裸露的肌肤。兰洛呼吸一滞，大量消耗的精神力让他双腿发软，这该死的尾巴还在不断骚扰。当尾尖又一次划过他敏感的侧腰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抬手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尾巴吃痛的缩了缩，随后却又变本加厉的缠上他的大腿。林默无意识的发出低沉的呜咽，滚烫的鼻息喷洒在他颈间。兰洛这才发现，他锋利的拳齿已经若隐若现，正对着他脆弱的颈动脉跃跃欲试。混账，你敢！他喘息着加重精神压制，输入更多的精神力，将那颗暴走的精神和层层包裹。兰洛尝试着继续输入精神力，可那禁制还是纹丝不动，这是怎么回事？禁制没被冲破，林默恢复不到 A 级，那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宿主，一次精神力疏导可能冲破不了禁制，建议多尝试几次。兰洛瞪着脑海里的小鸡仔磨了磨牙，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缩了缩脖子，这禁制大概半个月会发作一次，到时候宿主再尝试一下。兰洛额角抽了抽，瞬时就不想理会这臭鸡仔。下一秒，一声低哼打断了兰洛的思绪。林默眼中的熔金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逐渐恢复成往日的冷灰色。当理智回笼，他意识到此刻的姿势有多暧昧时，整个人如触电般猛地后撤。看来清醒了。兰洛冷笑一声，那解释下，这是什么意思？林默朝他看去，一向冷静自持的脸上罕见地浮现出一丝慌乱。他下意识想要收回尾巴，却发现那条不听话的尾巴反而缠得更紧了些。与主人强撑的冷峻不同，讨好般摩挲着兰洛的腰。兰洛低头看了看腰间那条毛茸茸的尾巴，又抬眼望向林默，道歉。妻主。林默的耳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开口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而此时不远处的地上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白蓉缓缓睁开眼睛，视线慢慢聚焦。主人。白蓉的声音嘶哑的不成调，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琥珀色的眼瞳逐渐染上血色。您答应过的。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某种濒临崩溃的颤抖。您明明答应过会救我的同伴。为什么？兰洛听到这声质问，眉头微蹙，他一把扯开腰间那条碍事的尾巴，下意识整理了下被弄皱的裙摆。当时情况不允许。兰洛的语气冷淡，却难得带着几分解释的意味。我低估了三皇女想拍下你同伴的决心，再加上当时林默的精神力暴动已经快压制不住了，我只能想办法先离开。他本不必向一个买来的宠物解释这些，但看着白蓉那双蓄着水光的琥珀色眼睛，还有他嘴角未干的血迹，兰洛还是不自觉地多说了两句。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他走到白蓉身前，指尖凝聚出精神力，你的精神核受到了冲击，我帮你疏导。不用了。白蓉打断他的话，身体猛地往后一缩，那双总是湿漉漉的眼睛此
此刻满是抗拒。兰洛的手僵在半空，眼底闪过一丝罕见的烦躁。刚搞定一个暴走的，又来一个闹脾气的，他这才重生第一天麻烦是怎么跟赶集似的一个接一个。行啊，兰洛轻嗤一声，指尖的精神力倏地收回。那你就继续疼着。他转向林墨时，目光扫过他那条可恶的尾巴。能恢复人形吗？能就去更衣室把衣服换上。我没有晚上住会馆的习惯。林墨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沉默地转身走向更衣室。金属门闭合的瞬间，兰洛的终端亮起幽蓝的光。他快速点击几下，走吧。林墨刚踏出更衣室，他已经大步走向门口。余光瞥见白蓉仍定在原地，也没理会。但很快身后就响起2道脚步声，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上了悬浮车之后，兰洛就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大量精神力消耗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小姐，您回来了。刚踏入府邸，管家就迎了上来。苍药大人一直在客厅等您回来，说有要事相商。兰洛脚步一顿，苍药上辈子25岁生日宴上亲自给他递来毒酒的另一位人鱼寿夫不见。他声音冷得像冰，通知他明早9点去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这个管家欲言又止的低下头，眼角余光扫过站在一旁的林墨和白蓉。小姐向来最宠爱苍药大人，怎么突然要离婚？难道是有了他们这才会？你只管通知苍药。兰洛说着指了指白蓉，给他安排一间房，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他说完转身往自己的卧房走去。太阳穴频繁传来的钝痛让他有些累，什么都不想理，就想一个人待着。随后整个人陷进柔软的床榻，原本闭眼想要小憩一会，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冒出了一张让他惊为天人的脸。想着想着，他猛地坐起身，咬着后槽牙，想那个白眼狼做什么？兰洛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上辈子他刚穿到这个世界时就明白了一个残酷的规则，在这里雌性掌控着绝对权力，价值则由他们的精神力等级决定。 S 级雌性甚至能够角逐未来女皇之位，整个皇室的皇女中唯有3皇女凤灵月实力级，但在一生 S 的潜力测试中，潜力值却不及原主，原主因此招来皇室忌惮和杀身之祸。为了活命，兰洛在军事法庭上救下林墨，想要拉拢他，又在拍卖场高调拍下小兔子，营造纨绔恶词的人设。唯有苍药。想到这，太阳穴的抽痛让兰洛眼前发黑，他摸索着去够床头柜上的精神力舒缓剂，咚咚咚，刚摸到瓶子，敲门声就忽然响起。少来烦我，今晚我谁也不见。说罢，门锁却发出滴的一声轻响，房门缓缓推开，一道修长的身影逆着光走进来，冰蓝色长发如月光下的海浪般垂落至腰际，他的肌肤白得近乎透明，最摄人心魄的是那双眼睛，灰紫色的虹膜上缀满星辰般的荧光斑点。当他的目光落在兰洛身上时，那些星辰斑点骤然亮起，美得令人窒息。妻主，苍药轻声开口，声音像是深海传来的歌谣，每个音节都裹挟着蛊惑人心的颤音，仿佛有看不见的声波在空气中荡开，激起皮肤细微的战栗。兰洛看着渐渐走近的苍药，眉头缓缓皱起。我说少来烦我，听不懂吗？苍药并不在意他的语气恶劣，眸光扫过凌乱的床铺和他手中拿着的药剂瓶。妻主，您的精神力出问题了吗？怎么需要用舒缓剂？过分动听的声音满是担忧和紧张，可兰洛只觉得讽刺。苍药此刻关心他的样子，让他想起上辈子生日宴那晚，他用同样动人的嗓音哄他喝下了那杯毒酒，那看似紧张的尾音与那时候说这是我特意为妻主酿制的酒，是送您的生辰礼时的语调如出一辙。出去！兰洛背过身，声音冷得像淬了冰。苍药身形一滞，冰蓝色的睫毛轻颤了一下，指尖无意识地拳了拳，又强迫自己松开。妻主，他的声音放得极轻，是苍药做错了什么，惹您厌弃了吗？过分小心的语气让兰洛心头火起。这个时候的苍药当然什么都没做，甚至在被他带回府里之后都一直是体贴备至的。要不是这样，他也不会顺势娶她做寿服。妻主，人鱼魅惑好听的声音再度响起，上扬的尾音带着隐隐的不安。闭嘴！兰洛猛地转身，却猝不及防对上了那双灰紫色的眼睛，虹膜上的星辰斑点正不安的闪烁，瞬间让他脑海里闪过了第一次见到苍药的场景。他看到了被内阁千金囚禁在水笼里的人鱼，银蓝色的长发漂浮在水面上，赤裸的上身线条优美的宛如雕塑，可下身尾鳍却布满伤痕，仅存的几片鳞片在灯光下闪烁着凄美的微光。兰洛心中不忍，却笑眯眯走了过去，还主动给内阁千金敬了一杯酒。他装作对人鱼很感兴趣的样子，最终给了一个让内阁千金都心动且没法拒绝的天价，这才让对方同意割爱。妻主，苍药察觉到兰洛的失神，轻声唤道：“出去，不要让我再说第3遍。”兰洛回神，眼神骤然冰冷，早知道这条人鱼最后会要他的命，当初就不该一时心软。见此，苍药突然在床边跪下：“妻主若是再生苍药的气，苍药任妻主责罚。”苍药说着，忽然抬手握住兰洛的手腕，力道很轻，只要他稍一用力就能挣开，可偏偏带着某种不容拒绝的温柔。冰凉的指尖牵引着他的手，缓缓贴上他的颈侧，那里是人鱼最脆弱的命脉，此刻正随着心跳微微搏动。这里只要妻主用力，就能让我永远安静。兰洛看着他，突然冷笑一声：“苍药，你以为我不敢？苍药的命是妻主的，只要妻主想要，随时可以拿去。”兰洛眼底的讽意几乎要溢出来，命都是他的，上辈子他递来毒酒时，也是用这样虔诚的眼神看着他。呵呵，演技可真好，好啊！他红唇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掌心突然重重下压。苍药浑身一颤，却依然保持着献祭般的姿态，苍白的肌肤迅速泛起病态的红晕，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可他非但没有挣扎，反而颤抖着将脖梗更往他掌心里送。苍药的瞳孔开始扩散，他的身体本能的想要挣扎，却又被自己强行压制住。兰洛眼神复杂的看着他，突然松开钳制说道：“就这么想死在我手里？”空气重新涌入肺部的刹那，苍药剧烈咳嗽起来，他艰难的支起身体，依旧跪在床边，破碎的嗓音里带着笑：“妻主。”
果然舍不得。兰洛听到这句话，太阳穴跳得更快，精神力透支的疼痛如潮水般涌来，眼眸中凝着寒霜，声音冷得刺骨。既然你这么爱跪，那就跪到天亮。兰洛起身下床，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连半分余光都没施舍给他。砰的一声，房门重重关上的声响，在寂静的卧室里格外刺耳。苍耀依然保持着跪姿，冰蓝色长发垂落，遮住了他疏忽阴郁的面容，垂在身侧的手指缓缓收紧，喉间溢出一声机不可闻的低笑。妻主，我不会离婚的。兰洛刚踏出房门，脚步就猛地一顿。走廊昏黄的壁灯下，林默修长的身影静立如雕塑，也不知道在这站了多久。他静静看了兰洛几秒，忽然向前一步，将手中的药瓶递出。妻主，给您。他递过来的是高阶精神力舒缓剂，对缓解精神力暴走或透支后的剧痛有奇效。兰洛挑眉，慢条斯理地接过药剂，指尖故意擦过林默的手背，感受到对方瞬间绷紧的肌肉，真稀奇。他晃了晃药剂瓶，林少将居然会关心我。林默灰眸中瞬间闪过一丝不自然，只是感谢，毕竟兰洛也是为了救他才会精神力透支。感谢。兰洛几乎要笑出声，他可没忘记在拍卖场包厢自己是怎么用高跟鞋鞋底碾着这位狼族上将的胸口，各种逗弄他的，更没忘记在军事法庭上他被锁链束缚着跪在他脚边时，眼中那抹屈辱的光。现在就因为他精神力暴动时，他帮他做了疏导，堂堂少将还眼巴巴来感谢他吗？兰洛突然逼近一步，药剂瓶抵住林默的胸口，那正好我的房间被人占了，林少将要不要多感谢一点，分一半床铺给我？林默的呼吸一顿，药剂瓶冰凉的触感透过单薄衣料传来，与喷洒在他耳畔的温热吐息形成鲜明对比。听从妻主吩咐，他此刻过分顺从的样子却让兰洛有些开心不起来。他忽然想起林默曾经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从贫民窟走出来的狼族天才，25岁就凭借累累战功获封少将，是瑞亚星百年难遇的 S 级强者。如今却……兰洛敛起唇边的笑意，拧开药剂瓶，吞下一粒药丸，清凉的药效很快缓解了太阳穴的抽痛，也让他彻底冷静下来。林默，他唤他全名，你的精神核怎么会受损到这种程度的？种在他精神核里的禁制，如果没有一个 A 级以上的雌性倾尽全力去疏导，根本不可能冲破。而放眼整个瑞亚星 ，A 级雌性都凤毛麟角。林默听到他的话，眼底闪过一丝戾气，却又在瞬息间归于沉寂。林默没有回答，脊背绷得笔直，拳头攥紧了，又被他生生松开。林默，兰洛的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廓，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冰凉的耳间。我救你是因为你愿意对我效忠，我不会养一个还有秘密瞒着我的受妇在身边。明天我就去婚姻登记处，反正苍耀的离婚手续也要办，不差你这一份。不过你要想清楚，和我离婚之后，军事法庭那帮老东西会怎么处置你？以你的罪名和不过 B 级的实力，到时候他们还是会把你丢进喂雌所，任那些雌性。话音未落，林默突然扣住他的手腕，妻主，请不要这么做。兰洛被林默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得一怔，垂眸看向自己被钳制的手腕，白皙的肌肤上已经浮现出几道红痕。松手！他的声音瞬间冷了下去，眼睛危险的眯起。林默却纹丝不动，那双冷灰色的眼眸此刻竟泛起一丝血色。妻主若执意离婚，不如现在就杀了我。他声音嘶哑，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我宁愿死在您手里，也绝不去为此所。林少将，这是在威胁我。林默松开钳制，单膝跪在了兰洛的面前。不敢。兰洛眉头微蹙，扫他一眼。我记得曾经在黑市听人提过一个级雌性，对方的精神力至少不亚于三皇女。林少将，他俯身逼近，红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廓。我不止帮你做精神力疏导，现在还帮你追查陷害你的元凶。你准备怎么谢我？虽然帮林默查找元凶本质上是为了拉拢他，但这也不妨碍兰洛提前为自己讨要点好处。林默眸光微颤，配合着兰洛的动作抬头和他对视。只要妻主想我做的，我都可以做。他摆出一副臣服，任他随意妄为的姿态，倒是让兰洛心中难得升起了一丝不忍。红唇似有若无的勾了一下，手往下扶住林默的胳膊，将人从地上拽了起来。林少将，我要的很简单，既然你已经嫁给我了，无论是落魄的现在，还是无限可能的未来，你都是我的受妇，都得向我臣服，包括你们雄性的那些方面。听闻，林默冷灰色的红眸中闪过一丝锐芒，顺着兰洛的力道缓缓站起。妻主说罢，自己缓缓脱去了上衣。